你是在槟城工作的平内郎，又或者曾经去过槟城旅游，相信你一定见识过槟城有多么塞车。我曾经到槟城参加朋友的婚礼，要赶飞机飞回吉隆坡的时候，却塞在车龙中动弹不得。哎呦，我的小心脏啊！为了缓解槟城的交通问题，槟州政府在2011年就成立槟城交通委员会，着手研究应对策略，包括计划新建 LRT。先别走，我讲了一大段槟城很塞车的故事，就是因为它跟槟城南部填海计划有着巨大的关联。有些人会误以为槟城不能起 LRT 是因为不够地。错了，槟城那么小，地当然不够啦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钱，所以才需要填海卖地来赚钱啊。但填海计划多年来不断受到各方拦阻，担心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。虽然如今填海的规模已经缩小，但民政党还是在6州选举不断拿这件事攻击槟州首长曹观友。欢迎登录小乔自修室，用白话文说新闻，一起增广见闻。如果你喜欢这集内容，请记得订阅小乔，并点赞和分享影片，给单独创作的我更多动力制作好内容。刚刚说到槟南填海计划的存在，主要是为了帮槟城 LRT 项目筹钱。这个计划就叫做槟城交通大蓝图 Penang Transport Master Plan PTMP。事先声明，交通大蓝图是槟城这几年来罕见的超大型项目，州政府也花了10几年来部署这个宏图大计，当中有很多细节，恕小乔不能在这支影片中一一解说，只能提供大家一个 big picture。槟城交通大蓝图是一个能应对槟城未来50年发展蓬勃、人口激增、旅游业兴旺的终极方案。2015年8月，槟州政府委任 SRS 集团为大蓝图的计划传递伙伴 PDP， 名牌发展商港木大是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，而港木大也在2020年受委为 PDP， 负责特定项目。SRS 集团作为统筹，将公开招标委任其他负责施工的承包商。这张图就是 SRS 集团建议的交通蓝图，包括7条公交路线，例如工大连接Bayang Lepas机场的 LRT， 冰岛连接威省的 LRT， 3条 monorail 单轨火车路线和1条 BRT 电车路线，以及泛岛高速大道 PIL 1、2和2A 等等，预计成本达460亿令吉。看起来很不错，有没有？按照这个蓝图 ，Mainland 就不能再说好康都被 Island 抢走啦。曹观友在2015年证实，身为计划传递伙伴的 SRS 集团建议在槟城南部填海来获取佣金。至于能赚多少钱，槟州地方政府的总工程师透露，一般是工程总值的5%到6%，也就是说，工程开销越大 ，SRS 的报酬就越多。另外，在不获得中央政府拨款，也不动用州政府1分1毫的情况下，槟州政府可以透过拍卖填海土地来资助交通蓝图。一开始的计划是在南部建造3座人造岛，也就是称为细谷岛的 A 岛、B 岛和 C 岛，总面积为4500英亩。这3座岛将被设计成一个智慧城市，因此州政府相信填海计划未来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，吸引外资，增加土地供应，建造房屋，促进旅游、商业和教育领域。填海计划获得州政府批准后，还需要等环境局点头才能开工。但这项计划引起民间强烈反弹，槟州政府前后后一共提呈了3次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，前2次都失败，终于在今年4月获批，并外加71项附加条件。为了安抚民心，首相安华今年5月则宣布，联邦政府决定拨款协助槟城兴建轻快铁，但条件是要缩小填海范围。曹观友随即宣布取消 B 岛和 C 岛的填海工程，只保留2300英亩的细谷岛，规模直接砍一半。港木大在6月尾透露，第1阶段的槟南填海计划已经在刚刚过去的7月1号动工。虽然
然已经缩小填海区，但环保分子还是不满意。大马环境之友认为，既然中央已经下放拨款，州政府就应该立刻喊停整个计划。他们担心填海会破坏宾州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和红树林，还可能影响隔壁的霹雳、吉打和雪兰莪海域。最直接被填海计划影响的群体，肯定是靠捕鱼为生的渔夫。冰岛南区渔民协会表示，平静的冰岛南部是捕鱼的最佳地点。填海不只会导致他们失业，也会打击当地的海鲜供应。对此，曹官友说，填海区缩小后，如今只有115名来自巴东海边渔村的渔民会受到影响。州政府将会赔偿他们，并在动工期间提供居民大约1100个就业机会，同时改善捕鱼的生态环境，例如建造渔人码头、推动水产养殖业等等。但他也引述渔民局的数据强调，相关填海区的渔获量只占了2015年槟城全年鱼类总产量的4%，也表明槟城海产量锐减，其实早在填海计划开始前就已经发生。另一个争议点就是，到底槟城42年后的人口真的有多到需要建 LRT 吗？当初槟城交通大蓝图在计划时，就估计槟城人口将在2030年大幅增加到245万人，但统计局的数据却只有190万人，加上 SRS 集团建议新建成本、维修费和载客量都高出很多的 LRT， 到时万一没有充足的客量，这项精心部署的新公交系统恐怕将蒙受庞大亏损。10几年来，槟城交通蓝图和南部填海计划多次遇挫，西蒙州政府依旧持守到底。即便事件在选举期间成为竞选课题，他们冒着可能因此丢失选票的风险也在所不惜。环境局也曾出面解释，他们当初是在考量了民众的意见后，才决定批准槟南填海计划的环评报告。结果显示，环评报告在2次公开展示中都获得多数受访者的正面反馈。有发展必定有牺牲，想看到槟城变得更繁荣，就需要做好心理准备，面对随之而来的环境伤害。个人觉得，槟南填海计划多多少少已经被政治化。看看槟城，从当年英殖民政府打造的一个小小贸易港口，到今天成为我国数1数2的经济火车头，很多发展地区都是靠填海填来的。例如Bayan Lepas自由工业区、哲路洞、敦林苍佑 Expressway、巴杜嘎湾的房屋计划、5条路和位于遗址地区的海前路等等。不少地还是民政党在执政槟城的时候填出来的嘞。